商报真狠，连公司注册书都挖出来了。金耀国际投资2012年12月19号，因为老柯他们抗中保台抗到最后是要反中的，闽南人89，老柯啊，该处理一下吧。哎呀，没办法报，因为领文化部的补助啊，怎么报啊？青鸟们，抗中姑姑，反中姑姑，返回中国，小姑姑，怎么是这样？姑姑要崩溃了，可怜小姑姑。老柯被徐巧芯爆出有律师函请柯建铭返还所有诈欺、背信、侵占之港币1125万元。老柯开始说啊，你这是抹黑。早在去年风传媒，柯建铭曾享附中投资借款4000万，却人间蒸发，那不就跟这个都上了吗？所以重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的原因，原来是老柯在大陆抗中保台的时候有金钱纠纷吗？难怪被风传媒摔，台独很丰满，现实很古怪。小姐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老柯最近各种闹事，不断的在崩溃，让人家觉得傻眼。老柯到底怎么了呢？因为老柯最近很紧张，被徐巧芯在脸书上爆出一堆证据资料，有一个律师函，主旨叫再次向当事人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函请柯建铭先生、彭志清先生于民国113年8月15号前返还所有诈欺、背信、侵占之港币1125万元，全数返还与当事人。说明如下：老柯什么时候跑去投资香港？不是要抗中保台吗？怎么可以投资中国香港呢？柯建铭自己否认了，身体很诚实，真的让人赶快领钱去还了2500万。我的天啊，随便来一个就是1125万港币啊，相当于台币将近5000万，所以老柯真厉害啊！然后被人家发了律师函之后，一回手2500万台币的本票就丢出去了。我的天啊，我的老柯真有钱啊！徐巧芯就想要知道投资大陆新能源控股之欠款人彭志清的资料，了解是否我国警务人员有无投资欠款中资的事情。结果老柯呢就跳出来说，那是他的学务，还说我威胁他的人身安全。彭志清2013年老柯随扈汇款到中资转账记录，这里签名彭志清新展银行汇款，反中国开公司用。你说啊，到底有没有这件事？还款协议书，金耀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，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诉讼法庭解散，下称丙方，甲乙两方借于丙方1125万元中，尚有945万元的港币未偿清，乙方身为丙方清盘前董事，同意承担本件债务，对甲方负责人及邱建轩先生清偿之，恐口授并特立此书。哦，在中国大投资呢，老柯。哎呀，老柯最近心情不美丽呀。老柯他说啊，这个水户不是我的啦，彭志清关我屁事啊。徐巧芯在12月23号向警政署调用我随扈彭元所有资料，还有出入境，警政署已涉及各自不提供。去年12月3号，徐巧芯发函要求警政署提供去年8月23风传媒引用新岛网之网络传言，并未访问本人，属中共认知作战假消息，抹黑我及随扈彭元涉诈欺案，要求警政署提供彭元详细单位及年月份及担任随扈的出勤资料。Keep up 咯，徐巧芯你怎么可以调我的随扈资料？因为早在去年风传媒就已经有相关的报道了。柯建铭曾享附中投资借款4000万，却人间蒸发，那不就跟这个都上了吗？红中红啊，捞钱捞到对岸去啊，越捞越大。所以当时的被风传媒直接讲出来，柯总召早年合伙人有意在南京投资项目，并向香港借金投资，结果香港却发现，哇靠，你柯建铭竟敢掏空公司，所以阿环要求柯建铭限期返还，不然呢会提出刑事诉讼，并且公诸于世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去年的瓜。去年这瓜没有人上车，结果现在直接炸裂。老柯家族赚人民币不稀奇，名列台独黑名单有猫腻，所以重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的原因，原来是老柯在大陆抗中保台的时候有金钱纠纷吗？那对岸为什么不把这事给披露出来啊？难怪被风传媒摔，台独很丰满，现实很古怪。小青鸟出征啊！咕咕咕咕咕，老柯咕咕咕咕咕，赶快出
出征啊！小姑姑，你去哪里了？小姑姑，没关系，这次你更惨了，因为老柯开始说啊，首先你这是抹黑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闽南人八九，老柯啊，该处理一下吧。每天在追中共身份证，闽南人跟八九呢？哎呀，没办法报，因为要领文化部的补助啊，怎么报啊？怎么可以报民进党的料？我的反共就是民进党舔共，民进党舔共就是反共，其他人都是舔共。哦，我一直中立可不可以？你舔共不是啊，我中立啊，舔共，中立啊，舔共，老柯舔共，他反共。赵天麟亲亲，两岸一家亲亲，他反共，你没有看到他把舌头伸过去吗？他在抵抗共产党的诱惑啊！天哪，真不错了哈！八九忙着修理在野党啊，八九哪有时间修理老柯啊？8月27号对上报郑重再声明，因为上报真狠，连公司注册书都给他挖出来了。金耀国际投资2012年12月19号还给他合成了一个老柯在旁边。上报去年报道柯建铭去投资，还被老柯告，可见原来中共同路人就是柯本人。香港公司注册证书，哎呀，真的长得一模一样。抱歉了，老柯，救不了你了。所以GG，老柯脱不了关系，难怪暴跳如雷啊！因为老柯他们唱中保来看到最后是要反中的，青鸟没有啊，看中姑姑保台反中姑姑返回中国，小姑姑。怎么是这样？姑姑要崩溃了，可怜小姑姑。对徐小新来讲，他揭露这一份的用意，关键不在于到底柯建铭的角色是什么，而是这个水户为什么可以去投资对岸的企业。第二个，他为什么有2500万可以还？这些谜，徐小新把它丢出来，这个其实是老柯先引战，说要罢免41个国民党区域立委的时候，他说徐小新去调他水户的出入境资料，可是呢，徐小新说他没有调英鹏的出入境，他调的是确认说这个远景到底是什么时候去担任柯建铭的水户。因为柯建铭也讲得很清楚嘛，老柯的意思说2013年的投资跟他无关，还款协议书只有信鹏的自己签，所以老柯的意思，你们这个把我扯进去，我就要把你告。当然老柯一定会否认这个跟他有关。那到底这个水户为什么一个警职人员可以去投资对岸的公司，更何况他为什么有几千万？所以徐小新主要是讲今天信鹏的远景他到底财产怎么来的。如果今天柯文哲要被关，那为什么这个远景不用被关？那老柯今天有的动作是说他要去告徐小新，除了加重诽谤之外，还要告国安法。老柯的研判就徐小新手上的东西都中共官方提供，要来毁柯计划。那徐小新意思是说，那你来告，你刚刚可以调证人，而且你告刑事，那就可以委请检察官来调证人了。所以我也是拭目以待。当然，我认为老柯的用意是要确认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。对。如果今天徐小新的背后是中国在提供相关的情资，就可以配合八炯，到时候八炯再去拍徐小新就是国台办统战的标的。反正这些剧本他们就会这样子来做，反正老柯一定要这样做了，否则你今天被扯到说是中共同路人，民进党可以随便贴人家中共同路人的标签，但是呢，民进党自己人被贴上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特别严格、特别歇斯底里的来回应，因为如果今天把他们贴上去，那个就是唯一死刑。